很多创作者都要求的缩图测试比较的功能 ，YouTube 终于在最近全面发布给了所有频道。这个功能我们真的等待了好几年的时间。这期影片就具体介绍这个缩图测试比较的功能，以及为什么这个功能能够帮助你明显的增加流量。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是新手创作者，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它会从不同的方面去告诉你如何去正确经营频道。这个缩图的测试比较功能可以让你一次性最多测试3张缩图。想要去使用这个功能，可以在你上传新影片的时候找到缩图功能，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个选项去让你测试不同的缩图，或者说你可以打开之前你上传发布的影片，在这里面你可以去找到缩图的功能，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缩图的测试比较。这里大家需要注意，这2个操作都是需要你在电脑端才能够进行的。但是 YouTube 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频道需要首先开通频道的高级功能使用资格。想要去开通你频道的高级功能，你需要进入到你的 YouTube 工作室里面，在这里面你选择设置，再选择频道，这里面再点击功能使用资格，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是高级功能。它开启的条件有3个，你可以使用视频认证，或者是个人的身份认证，或者是你的频道已经开通了2个月了，并且在这个期间已经保持着活跃状态，那么在2个月之后 YouTube 是会自动的帮助你去开通频道的高级功能的。现在这个缩图的测试比较功能，它只适用于你现在已经公开发布的长影片，或者是另成为影片档案的直播影片，还有就是播客剧集的缩图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的。你是没有办法去为设定为儿童专属影片的缩图，还有就是为成人制作影片的缩图，以及思想影片的缩图去做测试的。这功能会在未来几周全面发布给创作者，所以当你现在这个时候看到你频道虽然开通了频道的高级功能，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个缩图的测试比较功能，也别担心，很快你的频道里面就会有这个功能了。那么 YouTube 的这个缩图的测试比较功能，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子的。 YouTube 是会在你的观众面前均匀的展示你所选择的缩图的，然后它会根据哪一张的缩图它生成的观看时间是最多的来判定为这是一个获胜的缩图。但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YouTube 这个缩图测试比较功能，它不是说哪张缩图赢得比较多的点击率就判定为是获胜的缩图，而是它会根据哪张的缩图它能够让观众观看更多的时间来判定这个缩图它是获胜的缩图的。YouTube 还要提到，这个测试的结果可能需要几天，最多会有2周的时间才能够生成这样最终的结果，而且很有可能在经过2周测试之后，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出哪张缩图它是一个获胜的缩图，因为影响这个测试结果的因素有非常多，比如说缩图获得的展示次数以及缩图的差异等等。如果你测试正在运行中，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测试正在运行的状态。在测试完成之后， YouTube 就会提供一个结果的报告。如果说有一张缩图它所获得的观看时长是远胜于其他缩图的，那么这张缩图就会判定为获胜缩图，并且 YouTube 会在报告里面去展示出实际的观众数据去来证实这个结果。然后在测试完成之后， YouTube 就把你这个获胜的缩图去确定为你这部影片的缩图。还有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个首选的标签，也就是说这张缩图它生成的观看时长是比其他的缩图来的更多的，但是 YouTube 根据结果并不能够非常确定观众是喜欢这张缩图的，因为它的结果并不太明显，所以 YouTube 就会推荐你首选这张缩图，但是并不能够确定观众是真正喜欢这张缩图的。如果说经过测试之后并没有获胜的缩图或者是首选的缩图，那么 YouTube 就会默认第一张缩图为你 YouTube 影片的缩图。但是大家也别担心，无论结果怎么样，你还是能够去手动的去调整修改影片的缩图的。YouTube 还列出了几个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问到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从这个结果里面去得到一个获胜者的缩图？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在你经过测试之后，你得到结果会有3类，一类就是你能够得到一个获胜者缩图，第二类就是你能够得到一个首选的缩图，还有一类就是你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YouTube 不会告诉你
哪一张缩图是适合你作为这部影片的缩图的。所以 YouTube 建议的就是你需要去看一下你的缩图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如果你这3张缩图它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你是很难判定出哪一张缩图它是更加吸引观众的。所以你可以测试一下缩图的整体布局，你缩图的背景，你缩图上面的元素等等。比如说你加上不同的文字，去放入一些不同的元素，或者是你改变一下你缩图的场景，这样你的缩图才有差异化，才能够更加明确的测试出哪一张缩图是更加吸引观众，能够产生出更多的观看时长的。假如说你测试了3张非常不同的缩图，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告诉你哪张缩图它是获胜者缩图，那么可能影响的因素就是你的缩图的展示次数并不能够足够的让 YouTube 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说你的每张缩图只展示给了10个观众，那么这样的样本是太小了，没有办法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结论。或者说你这3张缩图其实都是非常适合于观众的，这样子也会让 YouTube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获胜者结果。所以如果想要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功能，你需要去不断的迭代你缩图里面的变体，这样子才会去得到一个真正的数据，去了解观众的兴趣。下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YouTube 这个缩图的测试比较功能，它是比较哪一张缩图它能够产生更多的观看时长，而不是像其他一些工具，比如说 TubeBuddy， 它是会比较哪一张缩图它的点击率是更高的，就选择这张缩图呢？ YouTube 它是希望你的缩图还有内容是能够给观众带来更高的参与度的，所以他们想要去根据你的观看时长来进行更好的优化。YouTube 它也确信重视这个指标是让创作者更好的在平台上面发展的最佳形式，但是 YouTube 也提到了这个功能它只是刚刚推出，面向给所有的创作者，所以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它会包含更多的数据，去让创作者能够更加精细化的测试。下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对之前发布的影片进行缩图测试比较功能吗？这个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完全可以的。你需要进入到 YouTube 工作室里面，然后选择一部影片，点击它的详细信息，这个时候你找到它的缩图功能，你就可以进行缩图的测试比较了。但是请记住一点，你旧的影片它的展示次数是没有办法和新发布的影片相比的，所以测试的结果可能没有办法去得到非常精确。所以 YouTube 也建议到，你并不需要去测试所有影片的缩图，你稍微对某一些影片进行缩图的测试还有比较，去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对这个新功能它的看法，并且你会使用这个功能吗？YouTube 频道的设置它是越来越多了，这对于新手创作者来说很容易会觉得混乱，特别是有一些频道的设置，如果你没有做对的话，是会严重的影响到你频道的整体流量的。你可以看这期影片，里面告诉你哪些频道设置你不能够乱做。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到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来见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追踪我 IG， 能够和有更多互动。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